莫老太太，喝点水吧。对不起，这么晚了，我擅自做主，让老马把您接过来了。没事儿，要是我能早点过来就好了。童小姐一回来，我就察觉事情不对，可没想到会发展成这样。我去看看我儿子。开慢点儿，开慢点儿，小心撞车。月莹，同学在那儿。同学，月莹。 同学，你怎么满身是血啊？哪受伤了？没有，我没事，不是我。你真该死！你竟然敢一个人去找他！你竟然不让我陪你一起去！我发誓，我再也不理你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真该死！我再也不理你了。月莹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原本不想打扰你们哭的。 但这实在太冷了，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吧。高兴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怕那个坏蛋莫少谦还缠着你，追着你，我就让他跟我一起来保护你。必要的时候呀，揍他，揍死他。同学，你怎么没有穿着鞋就跑出来了？同学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，让我给你带一双鞋子呀？你真是的。好了好了，什么都不要说了。 我们赶紧回去吧，有什么事回去再说。同学都已经累了。好，有什么事回去再说，别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好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我亲眼看见童小姐的2个朋友把她给接走了。
快上去通知莫先生，好让他也放心。是。哎，您怎么了？啊，不舒服啊？没事儿，一点小感冒。我扶您到客房休息吧。不行，我体质特殊，不能乱吃药，只能吃古医生为我开的药。我得先回去了。那让老马帮您去拿好了。他也折腾一夜了，别让他再跑来跑去，我自己回去就行了。明天我就来看少谦。还是让老马去吧。你们帮我好好照顾少谦就行了，上去看看他，我没事儿。去呀。那明天您会过来吗？当然。还不快去？我自己叫车。那我去看看莫先生。丁管家，怎么样？跟他说了吗？说了。他点了点头，什么都没说。你进去看看他吧。好。莫先生，您回房间休息吧，我把这里收拾一下。不要管我，早点休息吧。莫先生，走吧，把灯关了。是。您这样做是有原因的，是吧？50万足够买一个人的灵魂。爸，请您告诉我，您这样做是有原因的。我想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。人都有追求真相的欲望，可是真相却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得起的。我爸的事，您是早就知道。可是我并没有追究什么。我对做生意完全不感兴趣，而且在商场上，出卖或被出卖，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儿。在医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也已经知道我是谁。没错。不过这一切并不是少谦安排的，一切跟他无关。他当时甚至不知道我已经回来了。10几年前，我和他父亲离婚之后，我就去了德国。我们母子两个很少见面，不过有互通电邮。少谦心里那些不能也不会对外人说的心底话，都会在电邮里跟我说。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我已经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打算重新开始啊？
始。怎么开始？你失去了3年时间，你打算怎么追回来？或者，我可以帮你。不必了，谢谢你来看我的父母。我想一个人清静一下。童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我有些不舒服。真的？被欺骗了太多，不敢随便相信人了吧？对不起，我以为您是装的。童小姐，时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宝贵的。可是如果我们不懂得掌握时间，时间就不属于我们的了。我们可不可以争取时间，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？过程中有哪句话不中听的，你可以随时离开。